赵丽颖宣布喜讯，网友早就看你们不对劲了。娱乐圈争名逐利的地方，是大染缸，是名利场，有尔虞我诈，也有明争暗斗。在大家的印象里，这里多的是捆绑的 CP， 少的是真正的友谊。但有这么一对姑娘，她俩的友情却脱颖而出，毫不做作。谢娜和赵丽颖这两个自称大哥和二弟，在穿衣上面也是师出同门，不是撞衫就是在撞衫的路上，是先生最欣赏的姐妹花。别的女明星撞衫，只会徒增谁丑谁尴尬的烦恼，稍有不慎，艳压的通稿就满天飞，而她们却能感到心有灵犀的快乐。对她们而言，相似也是一种幸运。就像王小波在《似水流年》里说的那样，我向来不怕得罪朋友，因为既是朋友，就不怕得罪，不能得罪的就不是朋友。谢娜和赵丽颖就是如此。不喜欢与他人同床共枕的赵丽颖，唯独谢娜是可以和她一辈子的朋友。在向往的生活里，他们盖着同一床被子，谈事业，谈婚姻，谈理想，像每一对相识多年的好友那样。在先生看来，二人之所以玩得来，除了都是大大咧咧的人，还有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俩都是苦过来的孩子，算得上是灵魂伴侣。一直以来，谢娜都背负着谁红和谁玩的罪名，其实不然。谢娜二胎后复出，尽管已经忙到没有档期，赵丽颖还是推掉了手上的工作，挤出时间为自己姐妹撑腰。真正的友谊不仅不会拉对方下台，还会想方设法一起变好，怎么可能会为塑料友谊站台呢？而娱乐圈的真朋友，除了谢娜、赵丽颖，贾玲、张小斐一定也是榜上有名。02，去年你好，李焕英的成功，让贾玲和张小斐的事业双双登顶。这部电影让贾玲一跃成为全球票房最高的独立执导的女导演，而张小斐则一举夺得金鸡奖影后的称号。面对一切荣誉，头戴桂冠的张小斐却将这一切都归功于贾玲。我真的很感谢她，她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贵人。戏里母女情感动万千观众，戏外姐妹情为人津津乐道。贾玲和张小斐的缘分开始就像戏剧一般，她们前后脚拜入冯巩门下，很快就成为无话不说的好闺蜜。那个时候，她们还只是两个坚持北漂的小演员。张小斐演戏时眼睛被砸伤，贾玲再心疼，也只能在博客上感慨：小演员命真贱，快变成大腕吧。这是2012年，他们都还没红。为了能在这鱼龙混杂的娱乐圈混上一口饭，他们互相激励彼此，咬牙坚持。他们一起领略过北京的春夏秋冬，住过阴暗潮湿的地下室，也一起尝过苦和累。其实，喜剧对女演员来说是残酷的。为了破开这种怪圈，他们要比其他人更加努力。剧团排练一场不落，饿了就相伴去剧团外的小店吃饭，困了就挨着彼此的肩膀浅媚。在持之以恒的努力下，欢乐喜剧人的走红成为必然。贾玲率先熬出了头。出名以后，贾玲最常对张小斐说的就是“你肯定能成”。在创办大碗娱乐后，贾玲第一时间将张小斐签到自己旗下。我开公司的时候，她都快红了，我想赶紧签下来。她比张小斐自己都要笃定，张小斐一定会红。她带着张小斐从小剧场到春晚，再到量身定制的女主角，为的就是证明好友能成大腕。回望两人相伴前行的这10年，先生发觉是两人的相互陪伴，成就了如今的他们。也正因为这种友情的无可替代，才成就了娱乐圈的一段佳话。03，一直以来，娱乐圈的友谊常被贴上塑料、拉踩等标签，而每提及女明星的塑料友谊，马思纯和周冬雨都要被拉出来鞭挞一番。但他们的友谊真的就如传言那般不堪吗？回顾过往，两人的友谊还得从7月与安生说起。电影里、电影外，他们都好像连体婴般存在。就连获奖的喜悦也是双倍的。一起夺得金马奖影后时，他们激动到毫无形象，跳起来拥抱彼此。都说热恋中的男女恨不得24小时黏在一块，
其实朋友黏糊起来也毫不逊色，巴不得全世界都知道他们的要好。你是我的小宝贝，感情最诚实，已经到了周冬雨抱怨马思纯的微博不是广告就是周冬雨的地步。无论是谁出新作品，另一个总会第一时间帮忙宣发。尽管如今他们的互动少了，但这些都是曾发生过的事情，我们不能因此就揣度他们友谊的真实，更不能因为他们戏路相近，就笃定他们是因为雌竞闹掰的。其实先生一直都不太能理解这个词，不知从何时起，只要一跟女性挂钩，无论什么都暗藏心机起来。就连竞争这种中性词，在前面加上雌性，也变得险恶。但事实恰恰相反，正因为同性，所以才更容易理解彼此的难处，更容易产生共情。豆瓣上有一个小组叫陌生人的善意，里面大多都是关于陌生善意的故事，而这些发送善意的大多都是女生给女生。有凌晨3点被邻居吵醒后帮助她从阳台脱困的故事，有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故事，还有帮助每一个吃力的人提行李的故事。哪怕他们并不相识，却仍然选择将自己的善意传递过去。陌生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是一对曾无话不说的好友。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多的是普通人渐行渐远的故事。哪怕你我都在所难免的会因为自己与朋友的生活轨迹变化而渐渐走远。人生性的一知己，无需强求，只要彼此都曾真心相待就足矣。04，在友谊面前，人与人之间犹如星与星之间，不是彼此妨碍，而是互相照耀。就像沈从文先生坚信的那样，在任何一种社会中，这种对人坦白无私的关心友情都能产生良好作用，从而鼓舞人抵抗困难，克服困难，具有向上向前意义的。这种友谊不一定要形影不离，但一定会心有灵犀；不一定会锦上添花，但一定会雪中送炭。这种友谊一直都在我们身旁，伸手便可拥有。要知道，友谊并不是因为它的9天长才变得珍贵，而是因为它能为我们无聊的人生增添色彩。